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一句经典道尽人生，读懂变化，看清人生。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我们几乎天天都会说，却很少真正深思的词，叫做以后。我们一生中说了多少次以后？小时候我们想学一样乐器，父母说等以后有空了再说。上学时我们想读一本闲书，对自己说等以后考完试再看。工作了，我们想陪父母去旅行，想着等以后不忙了，等以后赚够钱了。恋爱了，我们想和爱人好好吃一顿饭，却总说等以后有了更特别的日子。甚至想对自己好一点，想停下来看看夕阳，我们也会说等以后退休了，等以后真正安定下来。这个以后像一个永远不会过期的承诺，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贴在每一个未能兑现的心愿上。它看起来如此美好，充满了无限可能，像远方的地平线，我们总觉得只要往前走总能抵达。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古人对此早有清醒的洞察。有一首古诗读来让人心惊，出自古诗19首，人生忽如寄，寿无今时故，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意思是人的一生短暂的就像暂时寄居在世间，生命不像今时那样坚固永恒。岁月更替，生死轮转，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超越这个规律。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生命恰恰是在这无数个以后的期待中悄悄流逝了。佛家对此看得更为透彻，经文中常提醒我们，生命在呼吸间。这不是在制造恐惧，而是在揭示一个事实，呼吸之间任何可能性都存在。我们总觉得自己能活到明天，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一种侥幸。但没有谁能给我们一张确切的保证书，保证我们的以后一定会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把太多的快乐，太多的爱，太多的体验都寄托在了那个虚无缥缈的以后上？我们以为只有等所有条件都完美了，等一切障碍都清除了，我们才有资格去生活，去享受，去陪伴我们爱的人。可我们忘了，生活不是由完美的以后组成的，生活恰恰是由每一个不完美的现在构成的。我们等待的那个以后，它可能永远不会以我们期望的样子到来。等到我们不忙了，可能身体已经不允许远行；等到我们赚够钱了，可能父母已经嚼不动山珍海味；等到我们有空了，可能那份想读一本书的心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活在对未来的期盼里，却唯独没有好好活在今天。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认真地看一看，这个我们无比信赖的以后，它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港湾，还是一个由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拖延编织出来的幻影？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沉迷于等待，以及这种等待究竟让我们错过了什么？如果说以后是一个温柔的陷阱，那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心甘情愿地跳进去，甚至一次又一次地主动为自己编织这个陷阱呢？这背后藏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几重迷雾。第一重迷雾是对完美条件的执着。我们心里总有一个隐藏的剧本，认为只有在万事俱备的时候，那个事情才值得做，那个快乐才是纯粹的。我们想，等我再瘦一点，再去穿那件好看的衣服；等我和他不再吵架了，再去好好经营这段关系；等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再去追求我真正热爱的事业。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建筑师，总想先把蓝图画得尽善尽美，再破土动工。可现实是，人生从来没有完美的蓝图，只有不断调整，甚至有些凌乱的施工现场。古人有句话说得极其透彻，出自鲍朴子：世志之术，莫良乎勤；济身之要，莫过乎学。这句话虽是讲治理和修身，但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真正的功夫在当下这一刻的勤勉与学习里，而不是等一个完美的时机再开始。等待完美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完美，它让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开始。第二重迷雾是对当下痛苦的回避。有时候我们说的以后其实是一种拖延，
一种对眼前困难的无声抵抗。眼前的工作很烦，眼前的关系很累，眼前的自己不够好。我们不愿意直面这些真实的困境，于是把希望投射到未来，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所有问题都会自动消失。我们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来麻痹自己此刻的感受。这就像一个人站在沼泽地里，他不愿意想办法清理脚下的淤泥，却只是仰头望着远处的青山，告诉自己，等我到了那座山上，一切就好了。可他忘了，如果不处理脚下的困境，他可能永远迈不出走向青山的第一步。佛家讲如实观照，就是教我们要有勇气，如实地看清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好的感受还是痛苦的感受。只有先看清它，承认它，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穿越它。第三重迷雾是对生命无常的忽视。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认为明天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东西。太阳落下去，明天自然会升起来，我今天睡着了，明天自然会醒来。我们把这种惯性当成了永恒不变的规律，以至于完全忘记了生命本质上是一场因缘和合，任何一个微小的条件改变都可能让明天无法如期而至。佛说42章经里有一段著名的对话，佛问一位弟子，人的生命有多长？弟子回答，在数日之间。佛说，你尚未明白。又问另一位弟子，回答，在一顿饭的时间。佛仍摇头。最后一位弟子回答，生命在呼吸之间。佛这才赞许说，善男子，你确实明白了。这个对话如此深刻，它提醒我们，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就体现在这一呼一吸的真实流动里。一吸不来，便是来生。我们哪里有那么多个以后可以随意挥霍呢？当我们被这三重迷雾遮住眼睛，就会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里。身体在此刻，心却飞到了未来。我们错过了眼前的一饭一菜，错过了身边人的一颦一笑，错过了此刻内心真实的感受。我们活成了一个永远在赶路，却从未真正抵达过任何地方的旅人。那么，如何才能拨开迷雾，从以后的幻梦中醒来，真正回到当下呢？当我们说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时，很多人会立刻警觉，这会不会变成一种放纵，一种不负责任的享乐主义？会不会让人只顾眼前，不顾将来？这其实是对这句话最大的误解。真正的活在当下，绝不是叫人挥霍无度，也不是让人放弃对未来的规划。它的核心是一种清醒的、全然的专注。意思是，你的身心此刻完全统一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吃饭时，你品尝每一口食物的滋味，而不是想着明天的工作。走路时，你感受脚下的土地和拂面的风，而不是刷着手机。和家人在一起时，你用心聆听他们的话语，感受他们的情绪，而不是心不在焉的应付。禅宗里有一个极美的说法，叫做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听起来简单至极，可我们大多数人却是吃饭时想千般事，睡觉时念万般忧。身体在做一件事，心却在另一处。这种分裂正是我们疲惫和焦虑的根源。而活在当下，就是让我们从这种分裂中走出来，回归身心的合一。古人也有类似的智慧。庄子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意思是，安心于当下的时事，顺应所处的环境，那么悲哀和欢乐的情绪就无法轻易动摇我们的内心了。因为当你全然地活在当下，你就不会为过去的已失而懊悔，也不会为未来的未知而恐慌。你的全部能量都用来面对此刻真实发生的一切，因此你拥有了最大的力量和最深的平静。那及时行乐又该如何理解呢？这里的乐不是指单纯的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那种快乐是短暂的，而且往往伴随着之后的空虚和追悔。这里的乐指的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与当下生命连接而产生的满足感和喜悦感。这种喜悦可以来自于很多地方，
它可以是你专注地完成一项工作后内心的充实感，可以是你为家人做了一顿饭，看到他们吃得开心时心里的温暖，可以是你独自一人在公园里看到一朵花开，感受到的生命的奇迹，甚至可以是在你经历痛苦和挫折时，依然能觉察到自己内心的坚韧，并对这份经历升起一份理解和慈悲。这种乐不依赖外在的完美条件，它随时都可以发生，就在你每一个全然的当下里。佛经里常提到法喜，就是指听闻、思维佛法真理，或者通过修行从内心升起的一种持续清净的喜悦。这种喜悦比任何外在的快乐都更安稳、更持久。所以真正的及时行乐是及时地在每个当下去体验生命本身带给我们的这份丰富与深刻。它提醒我们，不要把你的快乐无限期的延后，不要把它绑定在某个遥远的不确定的目标上。现在就去看一朵云，现在就去拥抱你爱的人，现在就去做那件你一直想做却总说没时间的小事。生命的质量不在于你活了多久，而在于有多少时刻你是真正活着的。而真正活着的感觉就存在于每一个你全然投入的当下。它不是一种奢侈，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只需要我们愿意从以后的梦里醒来，转身面对此刻。讲到这里，我们或许已经明白，活在当下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可以实实在在去实践的生活方式。它既包含了儒家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的笃定，做好此刻本分之事，不妄求分外之物，也包含了佛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通透，心不执着于任何事物，却又能升起清净的妙用，去感受，去回应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那么在每一天的具体生活里，我们如何一步步实践，真正过上一种不等待的人生呢？首先，从小事开始练习专注，不要试图一下子掌控全局，就从手边最小的一件事开始。当你喝水时，感受水流过喉咙的清凉；当你在路上走，把手机收起来，看看周围的树，听听路人的谈话，感受风吹在皮肤上的感觉。这些微不足道的瞬间，正是我们练习活在当下的道场。每天哪怕有几次能让自己完全回到当下，这颗习惯流浪的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其次，学会区分规划未来与活在未来。我们当然需要为明天做准备，这是一种智慧，叫规划。但规划不等于焦虑，不等于把所有的快乐都抵押给未来。你可以为明天的会议准备材料，这是规划。但当你准备材料时，就全神贯注地准备，这就是活在当下。你可以在心里有一个5年目标，这是方向。但你依然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今天的路，欣赏今天沿途的风景。规划是必要的，但不要让规划偷走你体验今天的能力。再者，带着觉知去行动和感受。佛家讲明心见性，这个明心首先就是对自己起心动念的觉察。当你又开始说等以后的时候，当你又把快乐推迟的时候，你能觉察到吗？你能问问自己，我现在在回避什么吗？我现在在执着什么完美的条件吗？这份觉察本身就是一道光，能照亮我们内心的迷雾。带着这份觉察去选择你的行动。你可以选择继续等待，也可以选择就在此刻为自己创造一点小小的快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你此刻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恩。我们总是盯着自己没有的以后，却常常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现在。你有健康的身体可以行走，你有眼睛可以看见光明，你有耳朵可以听见声音，你身边可能还有爱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生命赠予我们的珍贵礼物。菜根谭里有句话说得好，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这个身体，这段生命，在浩瀚的宇宙中就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唯一能真正拥有的，不是过去，不是未来，而是正在呼吸，正在感受的现在。所以不要再等了，等以后，也许等来的不是更好的机会，而是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想对父母说的话，现在就告诉他们；想拥抱的人，现在就张开双臂；想开始学习的东西，现在就翻开第一页；想欣赏的风景，现在就推开门走出去。生命不是一场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愿我们都能从今天起做一个不等待的人，把每一个以后都变成扎实的现在，去爱，去生活，去感受，去经历，哪怕不完美，哪怕有缺憾，但这是我们真实活过的证明。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以后，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此刻。如果你听完今天的内容，心里有些触动，或者你也曾经历过因等待而错过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经历或许能点亮另一个正在迷茫中的人。愿我们都能在当下的每一刻遇见真实的自己。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并开启小铃铛，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用经典照见人心，用时间验证智慧。我们下节课再见。